梵蒂冈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，但小归小，人家好歹也有0.44平方公里的领土。但马耳他骑士团就不一样了，不仅没有领土，还住在2栋大楼里。关键这大楼还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租的。就这么个连领土都没有的国家，居然得到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承认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耶路撒冷、罗德岛和马耳其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，简称马耳他骑士团，位于意大利境内。它没有国家领土，整个国家就住在2栋大楼里，一栋在罗马市区，占地面积约 1.2万平方米，另一栋在罗马郊区的阿文铁诺山上，总人口约 1.3万人，但常住人口只有几十人。听到马耳他骑士团的名字，就会让人觉得这哪里是个国家呀，分明就是个不知道干啥的国际组织。但事实上，马耳他骑士团算得上是准国家，什么国旗啊、国徽啊、货币啊、护照，甚至是宪法或者是居民等等，马耳他骑士团都有。不仅如此，马耳他骑士团还被104个国家承认，就连联合国也把它列为了观察员实体。至于为啥是准国家，以及在联合国也就是个实体呢？主要原因还是马耳他骑士团没有领土。虽然他们住在2栋大楼里面，但问题是这2栋大楼都不属于马耳他骑士团，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是意大利的，大楼也是意大利的，借给马耳他骑士团呢，因为只有使用权，所以每年他还得交纳一笔租金才能继续住下去。为啥意大利会有租房住的国家？他们究竟打哪儿来的？马耳他骑士团在过去其实是有领土的，从他的名字就能看出来。前面几个地点呢，都是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。马耳他骑士团并不是一建立就是国家，而是货真价实的骑士团。那个时候正值欧洲十字军东征，有几个贵族一拍脑袋，就决定在耶路撒冷某教堂附近的医院搞一个骑士团玩，名字就叫医院骑士团。骑士团的作用呢，就是救治伤员和护卫朝圣者。没想到啊，随着救治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骑士团不仅得到了朝圣者的赞誉，还得到了不少的资助，弄得骑士团的体量越来越大。到了后面，教廷把耶路撒冷附近的领土交给了骑士团，还给了他们一系列的特权，什么经济独立、不用交税啥的。等到耶路撒冷沦陷，医院骑士团被迫跑到了塞浦路斯岛，只不过在这没得多久，他们又溜到了罗德岛上，并且在这儿常住了好几个世纪，期间还多次打退了奥斯曼帝国。也难怪后来马耳他骑士团会把罗德岛放进自己的国名里面。但是不管他再怎么厉害，也打不过一个帝国。没办法，医院骑士团又继续流浪，直到1530年，他才被教皇安排到马耳他岛上。但这个岛毕竟是其他国家的，所以每年呢还得交纳1金币才行。好家伙，没想到租房居然还是个传统啊！也是在马耳他岛，医院骑士团正式建国，同时也把名字改为马耳他骑士团国。本以为日子就这样了，没想到法国天降猛男，拿破仑直接把他丢了出去。这一走吧，就再也没有领土了。自从被丢出马耳他岛，马耳他骑士团又恢复了在欧洲到处流浪的生活。虽然后来有不少国家承认马耳他骑士团拥有马耳他岛的主权，但直到现在，骑士团都没有被允许再进入马耳他岛。既然回不去，那骑士团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靠山。可问题是该找谁呢？一开始骑士团找的是俄罗斯，等到1834年，骑士团回到了意大利。为啥呢？因为教皇国在这儿，既然意大利允许教皇国存在，那多一个骑士团国应该也没啥问题。而且骑士团不是教皇，没那么重要，要一块地复国是不可能了，但花钱租房还是可以的，毕竟这算是传统。如今的马耳他骑士团有几十个居民，在全球范围内骑士数量高达 1.3万人，其中不乏一些政要名人等。而且他不仅得到了100多个国家承认，甚至还是联合国观察员实体。除了领土之外，什么一般国家有的他都有。虽然人家小了点，但一点都不耽误挣大钱，靠着卖邮票、爵位啥的赚得盆满钵满，每年还能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大量的捐款。当然，挣了钱他们主要是去搞慈善，在全世界修建医院、学校，所以在世界范围上，马耳他骑士团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力的。再说了，哪怕不赚钱，靠着和教会之间的关系，骑士团的日子也不会太难过。有趣的是，马耳他人少又没有土地，居然还有支部队。不过这支部队是意大利军队挂名的，听的也是意大利的话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